小港公园，位于海珠区前进路，75年建成开放，一个袖珍的小公园，应该是我广州为数不多的没有来参观过的公园了。今天我要到里面去转一转。這都瞓到自然醒啊！一进门呢，就是一株大榕树啊！你看这7根从天而降，广东的特色树种啊。上了一座小桥啊，从桥上呢可以看到马路上车来人往啊，边上就是居民区了。这条河还相当的不错啊，两边绿树成荫，整个公园呢都是被周围的这些大楼包围着，呈现的城中的一片绿地啊。眼前的这些芭蕉树啊，和这些榕树一样，都是广东特色的特有的一些树种，一些绿植。广州呢也是和江南一样啊，水系发达的地方。城里头呢有很多河流、河冲穿城而过啊，密密麻麻这些水网啊。现在呢，在这些河边啊，都种了很多绿植，发展出了很多的公园啊。但是比之那些现在新修的更偏向西式的那种街区公园呢，像小港公园，虽然我看是1975年才开园的一个公园，但是应该是以前那种传统的封闭式的公园啊。我是第一次来，随便走走看看。这个地方呢变成一个儿童乐园啊！你看这里还有一种轨道，小小的铁轨啊，就那小朋友可能坐的那个小火车到处逛逛。总之，现在这些公园呢，对应的游客啊，大概就是一老一少，往往是老人家带着小朋友过来游玩啊。所以在这些公园里面增添一下儿童游乐设施呢，顺理成章。公园呢虽然不算大啊，但是还是很幸运的保留了这么一片绿地啊。周围的居民可以在这边按照自己的方式呢，在这边游玩啊。
到处都有人跳广场舞啊，中国特色吗？更多的呢还是闲坐啊，当然也有很多人呢是带着孙辈在这边一边休闲呢，一边也是照顾小朋友了。这里一重重一棚棚的这些南方的竹子啊，但是这个边上呢还是有几栋很漂亮的住宅。每次走在东小南路的高架上呢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楼房啊。当时也觉得有些好奇，就这样设计别致啊，看上去优雅的楼房，不知道是由谁设计，有谁在这边居住啊？这棵竹子，你看啊，好像都已经枯黄的，但是我相信这就是这样的品种啊。公园里面呢，还有一个青竹园，专门有青竹园记啊。2011年建的这么一个公园，遍植各种各样的竹子啊，这很清新的一片青竹园。讲的是包公曾经在端州啊，就是肇庆那边做一个清官的这么一个历史。这是一个表现贪婪的这么一个造型。还有一位明朝的海南人海瑞啊，很有名的一位清官。在一个缺乏监管体制的国度啊，老百姓只能祈求那些清官大老爷来为老百姓主持公道。走廊里呢，还是陈列着一些文化的史迹，宣传的橱窗呢，陈列着中国古代10大清官啊，权力没有制约，老百姓呢就会期望出现清官呢。
我是从一个侧门进入小港公园的，但我走到这边呢，感觉这应该是一个正门。我现在呢在小港公园的正门呢，大家可以看看边上的环境，门口呢有一棵巨大的榕树。正门的另一侧呢，还是一棵巨大的榕树，完全就在市井之中的一个小公园啊。这个就是正门了啊。从这边进入小港公园呢，才是正确的进入公园的方式吧。有一个小莲池啊，非常漂亮的一片袖珍的莲池。有，这还有个猫猫，你从哪来的呀？嘿嘿嘿，那么乖，一点都不怕人啊！我现在养在家里的一个猫。一进正门呢，这边就有一个指示牌啊，去到公园里面的各个景点。又唔係貧民窟咁樣，係一種我仔好過。你日都出去行個轉向下咯，我爭咁多爭。现在呢，又转回了青竹园这边啊。可能係啊，有帶埋一啲。广州呢，就是地处岭南啊，
有着一种南方风采的城市。这边有它的地缘文化啊，有它独特的语言。当地人虽然也讲的是中国话啊，但是对于外省来的人，可以讲一句听不懂。我自己也是前前后后在这边生活了近几十年的人了啊，也就仅仅了解一些当地文化的皮毛，勉强的能够用当地的话跟当地人做一些简单的交流啊。但是对于当地人的那些讲笑的梗呢，并不是完全能够理解，所以呢，要想融入到当地的这些文化当中啊，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。好在呢，广东人呢性格还是比较温和啊，处事呢比较包容，对于新鲜事物啊，包括外来文化呢比较接受，所以呢，一边呈现的是保存1000年以上的古老的文化啊，同时呢又开历史先河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。正是这种看似矛盾，但其实呢又有某种必然的这种文化特征啊，使得广州呢在中国整个的国土版图上啊，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地方。云贵桥啊，这是我刚刚从这座桥过来的。跨过这条河呢，对面还有一片天地啊，我们走过去看一看。提着鸟笼遛鸟的大叔们啊，广州老百姓啊，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啊，处于温暖的南国，所以呢，这边户外活动非常的普遍啊，一年四季没有出不了门的时候。所以呢，你只要去到公园啊，或者是街边的绿地，就会看到很多的老百姓啊，都在外面活动，并不完全是广场舞啊，有耍剑、舞蹈、唱歌、踢毽子，还有各种各样方式的室外的活动。原来这边还有一个小湖。
这边有人在集体唱歌。这河边有一棵巨大的榕树啊，枝叶伸展得非常的开阔。在湖边呢，不只有大榕树啊，还有这样的垂柳，更有这样的芭蕉树，还有这样的翠竹。小港公园边上啊，略显陈旧的楼房，就是通过这座小桥呢，就可以去到老百姓的住家的边上了。所以这个公园呢，跟边上的社区啊，几乎是融为一体的。我拿去给他，让他帮我种。我怕你看啊，它其实一个小湖套着一个小湖啊，这边又有一个小湖，前面呢是一个稍稍大一点的一个湖。周围的环境啊，边上的社区，虽然这个附近的一些居民楼我看有些陈旧了，但是能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公园边上，也算得天独厚。这边呢还有几棵棕榈树啊，这也是南方特色，和边上那些榕树呢组成的南方特有的风景。看来这边啊，到底是路围绕着湖，还是湖围绕着路啊？这边有一片开阔的水系，
今天呢，并不是周末，也不是节假日啊，但是可以看到周边的居民带着小朋友的、退休的老人家都特别的多，还是给人一种特别平和的岁月的印象啊。虽然人世间烦恼不少，但是呢，大家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去处啊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一份宁静，让生活呢变得平和。在这样的心态底下呢，才有幸福可言啊。现在走上一座仿竹子的桥。看这个盘根错节的榕树的根非常的发达，而且它是往上发展的，伸展出各种各样的树枝呢，就慢慢就会变成一种气根，和边上的这些翠竹啊融为了一体。这些呢就是榕树的气根啊，它垂下去，如果能够落到泥土中呢，它就会变成枝干。这边又是一个广场啊。当然少不了跳广场舞的人，除了跳舞的呢，还有那些在这边捉棋的棋友。你看啊，这些回廊啊，这些亭子的建筑风格呢，可能已经有些过时啊，或者那个年代呢限于这些技术和能力啊，但基本上呢还是以一种古人的造景的那种设计啊，层层叠叠，建了一些山路啊，回旋向上，有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啊。来到了一个小山坡上啊，这边好像别有洞天了。又是一片开阔地啊！你看，在这个敞开的草坪中，这些曲曲弯弯的大树啊，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，非常有生命的张力。我在这边又看到了一只小猫咪啊！刚刚我在
公园正门那边看到那个猫咪啊，特别可爱。这个猫咪也非常可爱，可惜这边有一个门我进不去啊，否则可以撸一撸它。这些小动物们就像小精灵一样，为人类带来很多的快乐，调和着大家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烦恼啊。拜拜。我已经在小港公园散漫地逛了一大圈了啊，看来我有些小看这一座援引在城区中的公园了。一开始我还把它称为一座袖珍公园啊，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就比街心的那些花园稍微大一些，但实际上呢，这就是一座完整的公园，非常富于岭南的特色，有很多南方才有的那些树种，绿树参天啊，绿意葱茏。在这个曲径通幽的公园里面啊，更让我看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的状态啊，非常有活力。其实呢，我今天是陪着我年迈的老岳父啊，90好几高龄的一位老先生来逛一下公园。我看着他兴致勃勃地拿着相机啊，在我太太的陪同下，不断地捕捉眼前的美景啊，尤其是对那些盛开着的花朵啊更有兴趣，所以我就不打扰他啊，随意的在公园里面呢走一走，用我自己的眼睛打量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，感受一下久违的广州的氛围，超出我想象的广州的一个小公园啊。所以呢，今天也有很多意外的惊喜啊！感谢生活，美景呢需要自己去发现和用心感知啊。快乐呢在于自己。那今天我在小港公园这一段啊闲逛就到此结束啊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生活，再见，拜拜。